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谁在偷偷的喜欢你呢？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香蕉蛋糕和付出努力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香草蛋糕和真爱卡牌，第3个选项是巧克力蛋糕和召唤灵魂伴侣的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张卡牌或者是一种甜点。如果有2种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那这边要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醒哦，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于谁在偷偷的喜欢你。所以呢，如果已经有稳定的感情，或者是你已经很确定这个人应该很喜欢你，他已经跟你是彼此相爱的，那就不在我们的选项里面哦。我们会挑偷偷喜欢的人出现。好，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先来到第一个选项，来到香蕉蛋糕和付出努力卡牌的第一组的朋友，有哪些人在偷偷喜欢你呢？我们来看看哦。
我刚倒吸一口气。OK， 那我们来解牌吧。然后我刚才把灯关了，因为卡牌的反光实在是太严重了。如果画面上的痛调让大家觉得有点不适应的话，就请多包涵哦。OK， 我现在总共出了6个位置，代表6个人。这6个人代表你身边总共有几个人，代表几个人有喜欢你。那我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这5个位置，也就是有5个人，其实他是喜欢你的。不论在明在暗，那各自我都有出他们的特征跟之后的发展，所以可以请你们对照一下自己身边有哪些人跟他们的条件是比较特征条件是比较符合的，然后稍微多观察一下。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稍微挡一下，我怕被黄标。来，第一组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比较，第一个他就是对物质可能比较执着的一个人。例如说他可能很重视钱财，很重视物质生活品味，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固执的人，然后外加有时候可能讲话锐利了一点。那很多事情他可能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自己去做事，甚至可能独断独裁，这样就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有点像一匹狼的一个感觉这样子。那如果今天你算的人是女生的话，这个人还有可能是已经离婚的一个女性，有可能 OK， 因为这个是代表单亲妈妈，也有代表单亲妈妈的意思，所以她有可能是已经离婚的一个女性，或者是可能离婚了还有孩子的一个女性哦。好，比较特殊状况哈。那你们之后有可能会发展成恋人哦 ，OK 吗？那如果你们现在假设啦，就是如果你想一想，我身边的那个人，他特征跟这个是很接近的，那有可能就是你现在的恋人，你现在身边的恋人，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老公、老婆，这就代表他。好，这是第一个。好，这是第一个人，因为恋人的牌它有一点就是怕会有点被黄标的可能，所以我稍微把它挡起来，我请大家见谅，这样好了 ，Lovers 有字有出来就好了。好，那第二组，我先讲这一组好了，就是我先从比较好的结论比较好，或是关系比较好的来讲。这一组呢，我觉得这一组也是很好的。这个人应该让你感觉到就是非常放松，然后什么话都可以讲，然后什么样子的状态都可以给他看的一个人。就例如说，你可能可以在他面前，就是你知道，就是挖鼻子啊、抠脚趾啊，他都觉得没有关系，你也觉得没关系。然后你可能素颜给他看，你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你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你应该不知道他喜欢你哦，因为我在想他可能在等个时机，但是我觉得在等个时机要可能对你展开追求，或者是要跟你告白。他在等个时机，他已经在准备，而且我觉得他已经差不多快准备好了，因为你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发展你们的感情了。
所以这一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蛮聪明的人，他有可能职业是就是靠头脑吃饭的人，或者是有一技之长在身，或者是再来就是再就我觉得他应该是讲话很幽默，或者是人还蛮奇妙的一个人。OK 后，你可以稍微思索一下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人，然后你可以在他面前就是很丑也没有关系的那一种。好，然后你们两个之后会开始发展哦，然后他应该会开始展开行动。OK， 我觉得这一组其实就我自己而言啦，我会觉得这个人比那个人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价值观了，你不要管我哈。我现在只是就是照牌讲完之后，我觉得以条件上而言，以我就是以往的经验而言，我觉得这一组会比较好一点。OK， 可是因为他出现了 Lovers，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先讲他。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三组呢？第三组我觉得是你们接下来应该可能最近，或是1到3个月之间哦，你们两个之前停滞的状态会开始转动，所以我在猜想你们可能第一，你们现在还完全没有遇见；第二就是。你们可能之前已经有一点联络，有点暧昧，或者甚至之前有点卡关。那你们最近要开始了，要开始转动了。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可能个性比较冷一点，那也让人家感觉可能比较有威严感，或者是可能他就是比较。你会觉得他心思深沉，可他做事又快很准的那种，就很追求效率，很聪明，然后很善于收集情报，然后很做事决断很果断的一个人。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凶凶的这样子。好。那只是我有点担心哦，就是说，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之后的关系要稍微小心一点。第一点就是，如果这个人或是你自己现在本身身边是没有人的，就是你们并不是有什么外遇啊，或是脚踏两条船的状况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让你变得比较不像你自己。就你很多事情可能会迁就他，或者是你可能会因为他讲的话改变你自己，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你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有自信、很酷，然后或者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可是你可能因为他讲的一些东西，或者他可能动不动就会跟你讲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所以你就变得比较不像自己了。这个你要自己要小心。那第二点就是，我会觉得是说。如果你或是他那边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OK， 那你们两个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会陷入一种暧昧的情况，甚至可能真的会脚踏两条船，或真的就是会有外遇的情况，你们这个自己要多小心，好吗？要 hold 住。那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你有可能比较会改变自己。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当你们陷入了一个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就是如果是这个世间没有办法接受的一段关系的话，我讲的好隐晦，那很有可能你的名声，你的名声会受损，这个你要自己小心。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组好了。这一组哦，你光看这个后面的进展，你就知道你自己会被戳10把剑在倒在地上，所以我就劝你不要了，好不好？
但是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这个人他的特征，这样你才能够避开他。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莽撞的一个人，或者是有点优柔寡断，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多时候就是做事没经过大脑，或是可能状况都还没有很清楚，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完全理解，他就会可能随便乱讲、随便行动的一个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个性应该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个性。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遇见你，他会稍微调整自己，所以你可能会一开始会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所以遇到这个人，我觉得你必须要先听旁边的他的朋友们说他是一个，就是你要去探听，你要去打听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因为他面对你的时候，他其实有收敛的，因为他喜欢你，所以他有收敛。可是实际上等到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本性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很痛苦，你会全身被戳成窟窿哦，你要小心哦，好吗？好，那遇到这个人，记得你一定要先旁边打听一下，这个人个性怎么样，平常做人处事是怎么样子的，不要被他骗了 ，OK？ 那再来这一组。这一组我觉得他原本就已经有人了耶，他很明显现在他已经是有男朋友、有女朋友、有老公老婆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是在骗自己，就是他跟你并没有暧昧或什么的，就是他一直不断的欺骗自己，欺骗你说，例如说他可能讲说，他可能跟他的先生跟他太太没有很好，然后或什么什么的，他也骗自己。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之后应该会持续一个有点叠对叠，或者是有点就是你观察他，他观察你，但是彼此敌不动我不动的一个状态，彼此警戒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你们就永远警戒吧，好不好？因为其实我说实在的啊，就是其实今天六花并没有说哪段感情谁对谁错，就是六花永远都是支持你们的感情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人的爱，所有人的喜欢都是值得被尊重，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不应该要把自己的喜欢跟爱建立在伤害任何的人上面。那我觉得他已经很明显是我觉得他是很明显的是有在对你，可能有在对你好。那我会觉得这条路会是辛苦的啦，好吗？简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这条路会是辛苦的。那你看，你还有其他很不错的选择，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特别去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缘分，好吧？我没有说我并没有说他是孽缘，但是以现在的质量来看，我觉得他比不上其他的缘分。OK， 好，你们就继续叠对叠吧，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玩，你就叠对叠就好了，你不要真的跟他怎么了，好不好？那我觉得最好的线，我个人觉得是这一个，但是因为他有 lovers， 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差不多一样的 level， 这两个都很不错。那第三个是这个，不过你就是小心不要就是被他弄到没有自我了。OK， 那这个人绝对不要接近他，他是一个莽撞、粗鲁，甚至可能之后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暴力行为的一个人。OK， 言语暴力、冷暴力，或是真的就一巴掌下来那种，要小心。那这一组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暧昧吧，好不好？就永远的暧昧，好，不要说穿了。OK， 好，大概是这样。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喜欢你的人总共有5个。那我觉得比较不错是这个跟这个位置的2段感情，那可以参考看看。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key card， 它是那个 Romance Angel， 它是这张牌呢，它是代表就是你要付出努力，付出勇敢，
就我觉得很多的感情呢，有时候我觉得出现这张牌的人，我会觉得选到这张牌人，我会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你自己内心其实是有一个赤子之心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在表达你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你可能是不太藏得住的，你是比较一个比较直率的一个人。好，那我觉得你就保持这个直率跟你的勇敢去面对每一段感情，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然后我觉得其实遇到这张牌，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有顺应你的心，你心里面的可能小确幸啊，每次跟这个人讲话的一个开心啊，或什么的，我觉得渐进式的，然后你不要退缩，你付出努力去接受对方对你的好，然后你也能够给他回馈的话，我觉得你之后会很幸福的。OK， 好。那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香草蛋糕和真爱卡牌的朋友，有谁在偷偷的喜欢你呢？我们来看一下哦。OK，我们来解牌吧。然后要跟大家说一声，我这一段是又重录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手机我刚检查录完的那一段之后，发现它没有录到。好，所以我这一段我再重新讲解一次，那请大家包涵一下。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朋友呢，我总共出了6个位置，那分别代表你身边的一个抽6个人出来，里面对你比较有感觉、有在喜欢你的6个人，不管是明的暗的6个人里面，我会觉得对你有感觉的是最主要是这2个人，好，就是这2组。那剩下的3组呢，我觉得不是很好的缘分，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本身可能是已经过去了的人，所以这3个人我放后面说。那我先来讲这2位。好，那中间其实我刚刚那一轮我其实是中间有抽牌的，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牌样会有点改变，那我就直接整个一起来解说了，就不重新抽牌了。我先说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我觉得他的职业可能会是一个老师、公务员，或者是一个主管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你们2个之间的想法、三观，或可能教育之前的一个家庭教育环境，其实应该是蛮接近的。那他面对你，你面对他，你们2个人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的
想这么多，就没想这么多。你们两个彼此的一个互动跟沟通，其实是一个蛮随心，然后而且比较单纯的一个交往。而且就是不想要想很多，那把一些自己的深思熟虑啦，把一些自己的城府给放旁边的一个状态，就单纯的就是很单纯的跟这个人交往。那我会觉得就是你们两个人，因为这张牌是我刚才特别另外抽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要比较小心，就是你也要比较小心的是。就我觉得你要小心，你跟他之间，你们两个很有可能这个感情线会跑到失败那边。那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你可能面对他太没有心机了，就是没有特别对这个人有野心，然后你可能会有时候会觉得，没关系啦，反正我也没有特别的想要去霸占这个人，或是我没有特别想要真的要把这个人追到手之类的。那我觉得还有就是你可能会太自信，有些事情可能太自信，那会容易导致失败。所以我会觉得啦，你面对这个人，如果你真的还蛮喜欢这个人的话，觉得他是一个很优良的人选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要有野心的，然后要细心的、仔细的、好好的用一点力气去追求这个人。因为目前看是你们两个目前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就是可能到要说要暧昧了吗？也还没。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只是可能彼此是好朋友，或者是可能只是无话不谈。那如果是客户，彼此是客户，可能就是偶尔会聊聊天，就工作时间以外稍微聊个天这样子。但实际上真的说到，你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吗？或什么，你可能会，我自己也觉得应该还不会，就是没有这个可能。那他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人，你觉得他不错，那你就是好好的，真的开始用心的去追他，好吗？要不然会导致失败哦，就会变得没有，我觉得会中间可能就会歪掉了，对，就有点可惜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条线，这条线是比较有可能发展的线哦。那这条线呢，这个人他应该是你之前就已经有认识的一个人，而且是就是熟悉的一个人，熟人。但是你们之前可能没有什么感情的一个纠葛，就单纯就是你可能以前的，例如说可能国中小的同学，或是你小时候的玩伴，或是你以前认识的人，以前的同事之类的，就你之前认识他，可是你中间你们可能没有什么联络，或没有什么瓜葛。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你们之后会燃起对对方的一个喜欢跟心动的感觉，会有一个事件，会有一些状况会让你们两个人就是突然之间重燃对对方的，就是也不是重燃，就是燃起对对方的一种爱慕或是心动感，而且是会那种咚咚的出现的那种。但是比较麻烦的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在距离有点远，就是距离上就是有物理的距离上面的一个问题在，就是因为钱币国王他倒着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就是是不现实的，就是所以你们是虚拟的一个交往，就是比较多会是在网络上的，或是可能只是写 mail，或是偶尔可能电话聊个天，就是你们并不是实际上真的就在对方身边，所以我猜测你们可能是有点距离的，或者是你们可能工作都各忙各，时间就是搭不上，你们可能要出去吃一顿饭都比较难那种，好，或是真的就是离很远。好，那
我会觉得你这张牌是建议的牌，因为我们刚才有抽啦 ，OK。那这一张呢，我会觉得我觉得你先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自己一个人就好。你想一下，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适合你？然后你们两个如果真的要在一起，你们两个的接下来的计划可以是怎么样子一个走向？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先想一下未来啦，就是自己、对方跟未来这样子。然后这张牌还有个意思，我觉得会是，如果你现在或是对方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辛苦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就会你们两个彼此会是对方心里面温暖的一个灯，这样子。OK。好，那另外这几条线我一一来讲解，我先讲这个好了。这个人哦，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完全不推荐这个人。就即便他如果跟你告白了，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跟你告白。就即便他跟你告白了，我觉得你也不要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本身对你应该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他可能对你有好感，可他对你并不积极。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有放其他的线，他应该有其他人喜欢，或者他可能就是表现暧昧，那就变成说大家可能为了他争风吃醋，或是大家为了他就是在那里吵来吵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有点不值得。那你之后，就算你对他再怎么好，他其实说到最后，他会就会觉得说，那是你自己自愿对我好，跟我无关。所以我觉得他面对你的个态度会比较是那种比较没有责任感的，然后比较没有，我觉得有点没有良心啦，对所以不推荐这个人，就坏人，不喜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是很以前的一个人了耶。这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你很久很久以前你的某一任吧，就是你们已经彼此都放开对方，让对方自由很久了，然后偶尔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或是偶尔月黑风高的时候，才会稍微又想到他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比较很遥远的一个过去了，也就是遥远的一个过去式这样子。但这个人他偶尔他还是会想起你的，就是可能想到你以前对他的好这样子，然后可能例如说可能现在网络发达嘛，可能偶尔就是偷偷看你的 IG 啊，偷偷看你的脸书啊，或者是偷偷看你 X 的发言啊，这样，然后就是追踪你这样子，就看看你这样子。那这个呢，这个比较麻烦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最近才脱离的一个缘分，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现在有对象，是你现在是正在提离婚、正在提分手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所谓的喜欢，就是他对你还是有点感觉，但他那个感觉，他那个喜欢是一种，就是你是我的人，所以我不允许你离开，我不允许你不要我或之类的那种有点执念的那种感觉，就并不是他真的喜欢你，真的疼爱你，而是他觉得你现在还没有跟我完全分手，你还没有跟我完全离婚，所以你就还是我的，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人，他会觉得就是把你当东西，就是你是我的东西，我是不会放掉你的，他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看他其实他其实圣杯10，他其实已经完全不喜欢你了，他也完全没有对你好了，就他心里面的爱已经都没有了，可是
他还是紧紧抓着你不放，而且是过度的一种执着、执念。但我觉得你接下来会对这个人，你会越看越清楚。所以你会对这个人感觉到有慰藉感，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这边这样子，就是明灯。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明灯，是因为很温暖的感觉，是因为你可能这个人可能对你真的很坏。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人就是在你身边啦。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你会越来越清楚这个人，你再也不会被他给摆布了，你也不会再就是不会再原谅他，也不会再这么轻易的，就是为他伤心了。我觉得你会慢慢的看清楚这个人，然后看开。OK， 好，祝福你啦。好，那我会觉得，其实你的真爱真的已经出现这张牌，这张 key card，我觉得其实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我觉得已经开始看到了，所以我会觉得你就是放松的去让自己能够，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卡着你耶，就是最主要是这个人，我觉得。如果是分手了之后，他还是就是感觉有点纠葛不清的话，也是一样。分手或离婚之后，他还是有点纠葛不清，还是一样的。那我觉得你要放松、放开自己，然后你去接受一个，重新再接受一个真正自己被爱、真正自己去爱人的一个心境，你要去接受，好吗？我觉得你的真爱已经快要来了，因为出现这张牌了，就代表它不远。那请你要放开心去接受，不然就太可惜了啦，好吗 ？OK， 好，那今天第2组的朋友，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巧克力蛋糕和召唤灵魂伴侣的卡牌的朋友，有谁在偷偷喜欢你呢？我们来看一下吧。
OK，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将你身边的喜欢你的人大概挑6个位置出来，所以大概是6个，总共我挑6个人。那里面比较确定是喜欢你，而且我觉得是还蛮有发展的机会的，是这个跟这个位置，然后我看看哦，大概就是这两个位置。好，那其他的另外的3个人，怎么样子不合适？我等一下再详细说明。我先讲这2个人。首先，我先讲这个位置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是你自己本身已经很确定你喜欢的人欸，这个人应该是你喜欢的人，然后其实他也是喜欢你的，就他对你是有好感的。然后我觉得你最近，我觉得你或是他最近会有一些行动。很确切、很确定你们2个之间可能要确立关系了的一个。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进入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们2个就是可能在一起这件事情可能是势在必得，而且我觉得你们应该已经开始了。就是你们可能暧昧，或者是你们可能已经相处有一段时间，只是还没有确立关系，就是确定彼此是对方的男朋友、女朋友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这一组是最有希望，而且我觉得是最稳的。那这个人他的确是非常喜欢你的。OK， 这个我觉得就不用特别琢磨，因为很明显，你们2个完全没有问题。那另外这一组呢？另外这一组啊，我会觉得这一组这个人啊，这个人应该是离你身边蛮接近的一个人。也许是某一天，不是某一天，就每一天你都可以遇见他。然后他应该是年纪比你小一点的，无论男女哦，就他年纪是比你小的。然后他其实是感觉蛮有梦想、蛮天真、蛮可爱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对你蛮好的，虽然可能感觉上没有付出很多，或是可能又说买东西给你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你是有好感，他是对你有点不一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2个就是在目前的可能1到3个月，甚至到半年，你们其实是不会有进展欸，就是你们是有成为恋人的一个本质，就是有一个可能性。可是因为 Two of Cups 就是他原本应该是他其实等同恋人牌，但他是倒着代表说，我觉得目前你们这一条感情线应该还没有那么快可以显化，那么快的可以修成正果。比较起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要一段时间。但这个人他其实是一直都在你身边，而且甚至你可能他只是就是对你的好或什么，就是有点比较细微、比较小的，你可能没有那么的察觉到。但他是喜欢你的，而且你们是有潜力可以在一起的，只是不是现在哦。OK。那还有就是，我觉得给你们建议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多联络啦，多联络的多沟通。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的话，就多联络的多沟通。我觉得你们的联络沟通还有点太少，这样子。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下这几组为什么他不行。好，这一组我觉得他其实我看一下哦。
这一组我觉得应该是你已经过去的人了啦。这一组应该是过去，而且我觉得他之前可能伤害你蛮深的，只是你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的对他那么伤心了。但这个人他偶尔还会想到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我们的牌阵里面。然后这个人他其实已经，我觉得啦，你跟他分手之后，他可能已经没有活得像你以前心目中的他这么好了哦。就是你现在反过来看他，你会觉得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好。那你们两个现在目前的整个状况是停滞的，是没有前进的，就停在那里了，停在某一张照片的时光里面。这个人曾经伤害过你，然后让你觉得很不开心的一个人，但是你现在已经，我觉得你已经跨过去了。他偶尔会想起你 ，OK。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这一组我总觉得是，我会觉得这一组的这个人的特征，他会是，我会觉得你们可能每次遇到的时候，就是都是在讲正经事，就可能是工作上的关系。就是不是吃喝玩乐的关系，就你可能甚至没有跟他去吃过饭，去喝一杯，或者是去唱个歌，没有，就是你们从来都没有吃吃喝喝的出去玩过，你们可能都是在讲正事、公事。那这个人他可能对你是有一点好感，一点点的好感。但是这个人，我觉得他应该是自己本身是有先生、有太太、有女朋友、男朋友的，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之后发展的话，会变得是有可能是，例如说可能像婚外情、出轨，或者是脚踏两条船的状况，所以他那边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只是有好感啦。就是他可能在工作上可能对你蛮好或者什么的，但他其实本身他没有任何的动作，也不会让你知道。但他是工作上面的，可能伙伴、上司或是可能客户之类的。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想要，就是弄到大家状况很尴尬，然后或者是弄到彼此惹火上身，所以我觉得目前至少，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有任何的行动，但是他是的确对你有一点好感，就觉得你是很不错的一个人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这一组我会觉得是一个人，他一直很纠葛，他一直很纠结耶。然后我觉得他喜欢你的时候，同时心里面还是有其他人，但是那个人好像也不是他女朋友，就是他可能心里面同时就觉得 A 不错，然后你也不错，B 也不错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想说，我到底要选择 A 好还是 B 好这样子。这人好可怕哦！不要理这个人好不好？我觉得这人好可怕哦。OK， 他可能对，等一下，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好，然后The Empress 倒着，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们两个就是完全不适合啦。然后可能实际上你就算跟他交往，你会觉得这个人他完全不对啦。
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不用再特别提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在那里想说，我就是忍耐，我不要去追谁好了，或是他可能还有点自作多情的觉得你喜欢他。然后他可能就是内心会纠葛，说他到底要选哪一个人，就这个人有点怪怪的，你离他远一点哦，好吗？好可怕哦，好 ，OK， 那我会觉得啦，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key card， 我会觉得这两个缘分，其实这两个好的缘分，其实是。我觉得是你，因为你平常一直有在让自己处在于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我觉得你自己内心有在，你的灵魂有在呼唤，所以我觉得让比较跟你磁场合的，或是跟你比较有共鸣的人聚集到你的身边。所以我觉得，请你就是持续的去做一些好的事情，保持自己的正能量。保持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身心灵，那讲好话做好事，我觉得这些东西会像滚雪球一样，就会不断的把一些你的灵魂家族，就是跟你比较有共鸣的、三观很近的一些人，汇集到你的身边。那其中就会有像这样这两位比较好的缘分出现。OK 吗？好，那出现这张牌，我也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其实应该跟你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可能，一些可能对于喜好或什么的，可能都是比较接近的。那你们的可能，例如说痛调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很不错。OK，祝福你。好，那这位要先把握住哦，好吗 ？OK。那我们第三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那我们今天的导读全部都结束喽，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六花 Loca。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或是留言给我分享你们的小小心事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要开心哦。